嘿，大家好，刺激的一个周又快过去了。昨天晚上我的 AI 基建股广大投资还有卡特彼勒也是大涨，一切都是很美好。但是我现在开始有点担忧了，因为我看到很多不寻常的指标。这一集影片也是我从5月开始到10月份的一次战略级的规划，信息量特别大，想要学习投资的朋友可以多研究一下。强调一下，本影片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仅供教学，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敏感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大家开了1个多月的香槟，从本周一开始，这个周围的风声好像就开始变化了。各种新闻里虽然也有股市创新高、暴力拉升等等的，但是也有什么 OpenAI 没有达到业绩内部目标， Anthropic 也有泡沫了机构弹药也没了，大空头 Barry 开始做空半导体指数了等等的，这些的杂音已经出来了。而且我频道留言里面的酸民也完全销声匿迹了，留言全都是看了我影片大赚等等的，大家赚钱我很开心，但是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一起，那就是有一点点心惊胆战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赚钱，这个是宇宙的规律。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还要不要买？5到10月份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大跌？要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能靠感觉什么我感觉股市还能再涨一涨我感觉未来可能会跌这种感觉是不行的。投资新手要变成老手，必须要放弃靠感觉投资的这种的阶段，而必须要用量化指标来指导自己，否则你永远都是在凭运气来投资，而运气来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这些量化指标也叫做煤矿里的金丝雀。在上世纪工业时代，煤矿矿工下井的时候都会带一只金丝雀，这种鸟对毒气非常敏感，一旦井下有瓦斯泄漏，这个金丝雀一下就会先死，矿工一看就赶紧撤。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金丝雀，有的就是 AI。 有个朋友也给我留言说，他现在也用 Cloud ChatGPT 分析股市，但是他发现所有的里面的数据都不是最新的，他就问如何使用最新的大模型分析股票。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对新手非常友好的免费工具，就是 Moomoo Scale。Moomoo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功能 Moomoo Scale， 完美解决了 AI 对接股市实时数据的问题，而且是免费的。他把 Moomoo 的实时行情和财务数据直接接入了 Cloud、ChatGPT 这些高级 AI 工具上。接上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 AI 里面调用 Moomoo 的数据，查行情、筛标的，甚至直接下单执行。如果你已经订阅了基础版的 Cloud 和 ChatGPT， 就可以一句话免费接入 Moomoo 的实时数据库，用最先进的大模型分析你的股票基本面、技术面、市场情绪、个股新闻解读、期权策略等等的。大家要注意，要使用这个技能，你要打开的是 Cloud Code 和 Codex， 把 Moomoo Scale 的链接直接粘贴进去， AI 就会自动安装。现在正值财报季，复杂的财报看不懂，直接用 Moomoo Scale 随口提问，比如分析谷歌最新财报，它就会用大白话给你讲清楚。不管是财报解读、技术面研判、多空情绪分析，全部能搞定。把账户跟 AI 连起来，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它会不会乱操纵我的钱？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Moomoo Scale 默认只在模拟账户里操作， AI 碰不到你的真实资金。如果你想切换实盘，需要你自己动手解锁、输入密码，而且每一笔真实交易都需要你再次确认， AI 只会按你说的来，没办法绕过你自己的决定。有了 Moomoo Scale， 你的 Cloud 跟 ChatGPT 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私人量化投资助理。现在美国新用户开户入金还送$1000英伟达股票加 8.1% 年化利率的资金收益，相当于给您一笔启动资金，直接试一下 AI 投资。新加坡用户入金1万新币可获得价值300新币的奖励，最高可获得1100新币的福利。其他地区的观众都有大礼包，还没有开户的朋友值得冲一波。安装步骤和开户福利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和置顶留言。感谢大家，新的工具必须使用一下， AI 时代不能落伍。接下来我先要从政治开始分析一下，因为我们能不能发财都是川普的一句话。川普他有一个行为规律，就是每次在股市创造高点的时候，他就要放大招，带头砸盘。2018年9月20日，标普历史新高2940点。在9月24日，川普直接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关税，接着标普大跌 20%。2019年到2020年每年都有，而到2025年3月刚过去的，标普再创新高。4月2日，川普就宣布解放日，对全世界国家进行加税，标普暴跌 12%。26年的2月27日，大家都记得标普6700点新高，第二天28日直接美国空袭伊朗，砸盘 10%。 我这里就讲一下大家特别有印象的，其实我数据库里面还有6次，加起来一共9次，都是新高加砸盘。川普是等到股市创造新高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可以做一些更激进的政策，反正大家钱都赚到了。
所以短期跌一点也是没事的，他就使劲砸盘。接下来可能风声就会慢慢来了。如果接下来伊朗还没有放弃核武器计划，那么美军将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有力的打击，甚至可能登陆。这个消息一出来，本周的原油价格就涨到了110以上，而且市场共识是可能会持续很久。这个油价一高，全球通胀就会来，后面的事情就是一堆一堆的。之前还有第二件大事，我上一集讲过，就是沃什上台带来的巨大影响，会不会用一些新政策砸盘啊？这个也是巨大的不确定性。5月份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川普要去中国啊，要跟中国勾兑一下，到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而且说不定下半年川普可能还要对古巴动手，10月份还有中期选举，这个情况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所以这些问题我都想到了。你觉得全球最顶尖的投行啊，都是那些麻省理工、哈佛名校的高管们、量化研究员们，他们有没有想到？我想他们都肯定想到了，而且他们把这些变数都输进了量化模型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些量化数据，从股市中寻找他们的踪迹，看他们是在出货还是在继续买入。我们投资还是要跟着机构走，因为这个机构的钱还是最多的，而他们拉盘是持久的。但是如果是散户拉盘的话，就是像风一样的，一会儿就跌了。所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最新研究的量化指标。第一个，大家要研究一下市场宽度指标。市场宽度意思就是标普现在在涨，但是要看一下里面到底是巨头在拉盘还是牛市普涨。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蓝色的线标普是在猛拉，但是它的8日均线市场宽度只有 0.576。说人话就是这个标普500还在涨，但是上涨的股票是越来越少了。等到大盘股开始拉盘，而其他股票都不涨的话，那基本上这一波行情就到位了。第二个指标叫做上升趋势分析。我追踪了全美11个板块，大约2800只股票，发现只有 24.3% 的股票处于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 76% 的美股个股都在跌。11个板块里面只有3个板块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就是能源、房地产和科技。其他的这个黄色跟红色的板块都已经开始跌了。这个就说明现在大盘是被极少数巨头撑着，底层的股票都在崩塌。第三个数据叫做派发日计数什么叫派发日？派发日就是出货的意思，它是指数下跌加成交量放大的一个指标。大白话就是这个机构是不是在持续出货？散户几百股几千股的买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但是像贝莱德、富达这种巨头卖出几千万股票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成交量飙升，同时把价格砸下来。在过去1个月里，标普500出现了5个派发日加1个滞胀日，纳斯达克也一样。如果派发日累计到5到6个，就是派发严重的区间，意思就是这个机构在大规模出货，出给谁了？就是给散户了第4个数据叫做宏观机制转换，大家可以关注2个非常重要的 ETF， 一个是 XLY 非必需消费品，另外一个是 XLP 必需消费品。非必需消费品就是亚马逊购物、特斯拉汽车等等的可买可不买的消费品，而必需消费品就是可口可乐、沃尔玛这样的每天都要喝的、每天都要吃的这种的。把这个2个指数相除，大家就会发现，在4月29号刚刚发生出一个死亡交叉，意思是资金从非必需消费品开始转向必须消费，这个就是经典的避险情绪在缓慢上升的信号。简单说就是这个资金从成长股、风险比较大的股票已经开始流向防御性股票了。上次战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必需品消费是大涨的，而在半导体大反弹的时候，它就下跌。而且这2天，避险货币日元和瑞士法郎也开始了触底反弹，美国10年期的国债也开始了上升趋势。这些都在说明标普 QQQ 已经冲到新高了，但是机构已经开始暗度陈仓，慢慢出货。第5个数据叫做主题转换，现在 AI 与半导体主势已经进入了衰竭阶段， AI 股已经开始分化了，比如谷歌、亚马逊在涨， Meta、微软在跌，英伟达在跌这个 AMD、博通就开始涨。这种分化就是一个 AI 主题衰竭的一个开始。我说这个衰竭不是这辈子就要完了的意思，量化指标都是中短期的，长期看好，但是在这一波里面涨得太多了，然后呢机构就开始挑剔了，资金就开始变化了，这个也是一波行情到了中后期的一个现象。现在市场开始奖励这个 AI 可以带来明显收益的企业，就是谷歌、亚马逊，但是还在继续大量投入没有什么产出的
就是微软 Meta 他们就会大跌。最后一个数据就是泡沫程度这个图也非常重要，就是左边 FNRA 保证金债务，意思就是大家的杠杆同比上涨 38.7%。在历史上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这个杠杆是加到了 60%， 而07年金融危机之前是加到了 40%， 2022年大跌之前是加到了 72%， 现在的 38.7 杠杆还没有加到顶峰，但是也非常危险。右边这个是 CBOE put 和 call 的比率是 0.5，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散户们极度看涨，散户已经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上涨上面了，但是对回调是没有防备的。所以这两个指标一结合，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散户们已经加着杠杆冲进去了什么英特尔、AMD、BE 这些涨得非常猛的股票。接下来我们把所有以上的这些的新闻消息、政治的不确定性，再加各种的量化指标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美股的现在的全景图。一句话总结就是，机构在悄悄的卖出，散户还在疯狂的加杠杆，屈指可数的科技巨头还在死死撑着指数。只有小部分的股票是涨的，但是现在大部分股票是在跌的。大家一看这个市场没怎么跌呀，一切欣欣向荣。如果一下子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就是树倒猢狲散。现在钱赚到了，那你就赚到了，但是如果还在加杠杆，还接着往前冲的话，那就收手吧，阿祖。我先声明我说的这个上涨的末期信号，意思不是整个股市已经见顶了，也不是说我清仓了。我的意思是，这个股市已经进入了顶部的区域，大盘可能还会往上涨，散户可能还会继续往前冲，但是我觉得非常危险了。我自己的决策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每天晚上安心的睡觉，我就慢慢的卖出。其实现在的情况就跟2018年9月份的时候一样的，巨头撑着指数创新高，但是底层的很多股票都在跌，而美联储鹰派、关税战、巨头出货，所有的新闻加在一起，最后在下个月10月就开始崩，3个月连跌了 20%。 我们现在的数据比当时是好那么一些，但是局势也不是那么明朗。历史上出现这种的数据的话呢，一般是2到3个月之后就会出现大跌，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这都是历史经验。所以现在的策略就是不做空、不追高、不离场。之前我基本上已经都是满仓了，现在我已经卖出一部分了。这个计划我在上一集也告诉大家了，我不会藏着掖着。大家也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石油$100以上再坚持3个月就是到了大约是8月份的时候，再加着中期选举11月3日，8月跟11月中间还有一个10月历史上10月就是熊市启动月，比如1929年的10月、1987年的10月、2008年的10月，还有2018年的10月，整个10月就是一个鬼哭狼嚎月。所以我现在是保留我今年的利润，未来涨我也有收益，跌我就用现金再次买入。5月之后我就计划慢慢准备 30% 左右的现金，而 70% 左右的仓位我就留着本次财报季非常好的公司，上涨趋势强的比如谷歌、广大投资、CET、GEV、SMH、SOXX 半导体指数等等的。其他涨得很猛的 CPU、存储、光模块，我就把利润割出来。所以你保持 70% 的股票仓位是进可攻退可守，没有大跌也无所谓，但是有大跌就更好了。我现在是真的希望再来一次大跌因为下跌的时候买入真的是超级爽。但是有 35% 的概率是先跌回5500点，然后再反弹到6800点。度过了这个时期未来将是一片光明。所以保持仓位 70%， 现金 30%。现在不是聊哪个股票最好，因为最好的点位都已经过去了，股票已经涨到天上去了，追高太危险了，还是要等到一个大势跌到一个安全区间的时候再进入。不跌的话，就让自己的现在的股票继续上涨。这个股市的信息一切都是动态的，我今天可能说保守，但是明天可能会发文说我要全仓了。因为如果明天伊朗突然说我们无条件投降，革命卫队原地解散，那个就不得了了，这个股市直接涨到8000点。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动态调整。我每个周都会更新，大家一定要订阅我，打开小铃铛。有时间的话我就做影片给大家解释一下，太突发的话我就会发 YouTube 帖子。感谢大家支持，没有开户的朋友赶紧去木木开户，尝试一下最新的 AI 科技加木木的 skill。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